本期节目是本频道2023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下次再见面就是2024年了。首先提前祝贺各位观众朋友2024年心想事成，新年发大财，同时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我们这个频道还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小频道，但是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在新的一年我会给大家带去更多更优质的内容，请大家拭目以待。最近最受投资者关注的消息莫过于2024年美联储要正式开启降息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仅左右了美国的资本市场，也影响着全球的资本市场，影响着你我的钱包。根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发布的声明，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的中值是 5.4%， 到了2024年和2025年，利率中值分别会降到 4.6% 和 3.6%。从利率点阵图的分布来看，2024年降息会集中在2到4次。大多数人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就是降息是好事呀，股价会上涨，房贷利率会下降，我就能赚更多的钱了。但是事实果真是如此吗？降息是不是好事，很难一概而论，因为导致美联储降息的原因不同，对于我们投资者的影响也不一样，甚至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结果。今天我就用沙盘推演的方式模拟一下在不同的背景下降息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影响，我们理财和投资策略相应可以怎样变化。不过我在接下来部分提到的投资策略的变动仅是我个人的想法，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所以屏幕前的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和决策哦。降息的第一个原因，通货膨胀受到控制，宏观经济依旧健康。从2022年3月开始，美联储为了抗击通货膨胀，宣布开始加息。经过了1年半的紧缩政策，衡量美国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核心 PCE 从 5.6% 的高点逐渐下降到了 3.2% 左右，距离 2% 的政策目标更加接近了。由于货币政策总是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不难理解美联储选择在这个时间停止加息，并且转向降息通道。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宏观数据也给美联储和投资者打了一针强心剂。预计2023年美国 GDP 的增长率是 2.4%， 目前失业率也保持在 3.7% 的低位，消费者信心指数保持在110点之上，最新一季度的企业盈利增长率也达到了 4.3%。 从上述的宏观数据看，目前美国的经济比较健康，美联储降息的原因就是因为通胀受到了控制，不存在任何的衰退风险。那假设这个原因成立，那么恭喜各位，大家在2024年就准备接住泼天的富贵吧。降息首先利好股市，我们可以继续做多股票。华尔街很多的机构预测标普500在2024年底会达到5000点以上，并且继续看多大科技股和 AI 相关的股票。不过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最近股市的涨幅已经消化了部分降息带来的利好，2024年上述股票和指数到底还能有多少上涨空间呢？所以我的策略是对现有的 ETF 和科技股的仓位基本保持不动，不去追高。同时，最近似乎也有板块轮动的现象，大胆预测2024年驱动美股增长的动力可能会是小盘股。最近资金涌入小盘股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不过小盘股个股的风险始终较大，风格较为保守的我应该不会选择个股，我可能会考虑小仓位买入追踪罗素2000的 ETF。 那说完股票，降息对债券的投资策略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2023年，短期美债的股息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 5.44%， 而它的价格受到利率影响微乎其微，所以我买入了短期美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息。在高利率的环境下，2022年和2023年长期美债的价格出现了多次下跌。不过一旦美联储开始降息，长期美债的价格就会重新上升，而短期美债的年化收益率则会大打折扣。届时我就会把短期美债的仓位调整为长期美债。那如果是投资房地产，情况就更为复杂了。降息能够降低贷款利率，减少买房的成本，但同时会有更多的买家涌入到房地产市场，于是房价是否会因此上涨，还是要看市场的供给。各位观众还是要根据自己国家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变化来判断房价的走势。我目前是通过购买房地产信托投资 REITs 来持有这类资产的，降息对 REITs 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介绍 REITs 的这期影片中提到过，REITs 按照投资收入的来源分为2种，
第一类是股权型房地产投资信托，这类 REITs 是通过投资商业地产、住宅物业、酒店、办公室等不动产来获得租金收入以及资产升值的。另外一种就是抵押贷款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只有这类 REITs 公司并不直接拥有和经营不动产，他们通常是通过购买、持有和管理房地产抵押贷款或者是相关证券来赚取收益。那从理论上来说，对于股权型房地产投资信托，降息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而对于抵押贷款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则恰恰相反。但是在实际的投资活动中，REITs 的收益还是会受到更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讲，我们大多数普通投资者都会投资股权型房地产投资信托。根据历史经验，过去美联储3次从升息结束到降息前的一段时间，REITs 的报酬率都很好，所以在降息开始之前， REITs 依旧是值得关注的资产。降息的第二个原因，美国经济存在衰退的风险，美联储不得不降息来避免深度的衰退。尽管从当前美国的宏观数据来看，不会立即发生经济衰退，但是就像我在这一期影片中提到的，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迟早会到来，只是目前无法精准预测到来的时间。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很多，我们也不能排除因为加息的力度过大，让经济由通胀变为通缩这种可能性。那通缩的可怕之处在哪里呢？我就拿你们非常熟悉的驾车来说明。当你开着一辆车，行驶速度过快，你会担心发生危险而踩下刹车，如果用力适度，你就能够让车速稳稳地降下来，不会有任何的危险。这就和我们刚才提到的情形，通胀受到控制，宏观经济还是很健康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用力过猛，就有可能发生车胎爆胎，车子的方向突然发生偏转，车子无法正常行驶，甚至发生车祸。过度的量化紧缩就像踩刹车的力度过猛，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经验丰富的司机可以迅速判断应该用多大的力去踩刹车，但是美联储的每一次制定货币政策都是冒险的尝试，没有人能100%确定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因为影响宏观经济面的变量太多了。如果明年经济发生衰退，我又会怎样调整我的投资策略呢？经济衰退一定是利空股市和债市的，大部分资产的价值都会下降。在经济衰退期间，我认为最好的策略就是现金为王，等待抄底的机会。降息的第三个原因，美债因利率过高，偿还压力太大。由于联邦政府存在预算赤字，必须介入巨额资金来支付账单。目前的高利率无疑加重了联邦政府的负担。降息有利于减少政府的预算赤字，也降低了债务违约的风险。虽然美债从未发生过违约，但是如果违约一旦发生，将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金融危机。降息显然是利好经济的稳定，让我们可以更加安心地持有各类资产。实际上，美联储降息背后可能是由一个原因主导，也可能是由多个原因共同影响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结合多个原因来考虑自己2024年的资产配置。虽然利率点阵图告诉我们2024年会多次降息，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取决于美联储票委的投票。这就存在2个风险。第一，就是不是所有的美联储委员都有投票权。美联储有19名委员在利率点阵图上留下自己的预测，但是最多只有12名票委，也就是说部分委员是没有投票权的。同时，美联储的委员们在进行预测时，可能会非常理性地认为实际利率区间会高于或者低于自己认为的合理利率区间，所以他们的预测不一定真实反映了他们认可的合理利率区间。第二，就是如果明年的通胀率又回升，而美联储是根据宏观数据来制定政策的，那么也不排除会更久地保持高利率，甚至是继续加息的可能。届时我们的理财投资策略还会发生变化。那如果明年的利率会继续走高，我会再出一期节目来进行分析。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